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男友被富家千金表白当天，果断地给我发了分手的消息。林雅，你不配跟我在一起，我们分手吧。我先是一愣，然后笑了。千金家的店是我爸公司旗下的分店，他爸的工资还是我爸批的，真不知道他在嚣张什么。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男友被富家千金表白当天，果断地给我发了分手的消息。林雅，你不配跟我在一起，我们分手吧。我先是一愣，然后笑了。千金家的店是我爸公司旗下的分店，他爸的工资还是我爸批的，真不知道他在嚣张什么。舍友急匆匆跑来找我，说我男朋友正在被人表白，关键他还接受了。我不相信，可没过几分钟，就收到了周远发来的消息：林雅，你不配当我女朋友，我们分手吧。我愣了一下，不甘心地问了句：为什么？为什么？你自己想想吧。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原因。等我再发消息时，聊天框亮起了一道醒目的红色感叹号。无语，竟然被拉黑了。我有些难过，但也不多。毕竟当初是周远向我表的白，只是如今又被甩了，多少有些被耍的感觉，很浪费感情。当天晚上，舍友发给我了一个截图，上面是周远跟一个女生手牵手比心秀恩爱的画面，配文：心动的那一刻，真的会不顾一切去爱他。我发现周远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布加迪机械表，我记得之前还没有的，应该是新买的。舍友告诉我，那女生叫杜飞，是这届校花排行榜的人物，但让人最有印象的却不是她的样貌，而是出手阔绰、多才多金，经常在朋友圈炫富。呵呵，那我知道周远那块手表哪来的了。劈腿男真的很恶心，不过这女的我看着有点熟悉，想起来在我爸开的分店剪彩时见过她一次，只不过当时我是坐在车里。不过早点认清渣男的真面目也好，但大家都在一个院系，低头不见抬头见，难免仇人见面。周远勾在杜飞肩膀上，睥睨着一张欠揍的脸道：林雅，我不在你身边，是不是很寂寞？我不喜不怒，我还用不着你操心。周远得意道：被我猜对了吧？你要是想男人了，我可以把我哥们介绍给你，但他可能比较忙，要不你凑合凑合，让他养的狗伺候伺候你。我眉头一皱，冷笑道：狗东西，你在自说自话什么？还有，谁给你的脸在我面前说话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周远急了，只是还不等他说话，他身旁的杜飞倒是直接对了过来：你就是远哥说的那个前女友，也没什么嘛，不仅脾气臭，还天天让远哥花钱，就这长相，真不知道怎么想的。哦，对了，你应该很穷吧？毕竟只有穷逼才会口口声声说着男生应该多为女生花钱之类的话呢。我听出来了，这是在这跟我炫富呢。就说虽然我平时不喜欢打扮，但也比他被化妆品涂满的假脸好吧。我有点不耐烦，打断他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其实在我眼里，你什么都不是。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是校花，也比你有钱。我不屑一笑：那又怎样？狗只会狗叫。杜飞被我的话呛得面红耳赤，手指着我，嘴唇直哆嗦。最后我不忘加一句，口水喷我一身，晦气。走得远了，我依稀还能听到他们的对话。杜飞，远哥，你跟他分手是对的。什么东西嘛？周远，菲菲乖，我早就跟你说过，当初我就是瞎了眼才和他在一起。杜飞，以后我会好好对远哥的，可不会像他那样。
呵呵，我倒成了反面教材了。本来这种小插曲只能算小打小闹，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有些人是真的能作死，非要上赶着往枪口上撞。可他们忘了，枪口也有火的时候。那天是周五的下午，我出了校门，准备回爸妈那去过周末。因为距离不远，所以我就近找了个小绿。可当我进入一个胡同时，身后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我以为路过的机车党，就没放在心上。可那几个人却猛地一个漂移挡在我前面，这个意外让我来不及刹车，连带着小绿一起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正值夏天，一身薄衣直接让我胳膊上划了个口子，顿时鲜血渗出。你们干什么？我愤怒起身，几人却慢悠悠地从机车上下来。你就是林雅。我意识到不对，他们是针对我来的。我紧张起来。你们敢碰我试试？这么说，看来就是你了。为首那人从机车上取下一个铁棍，朝我走来。你们敢动我，我就报警，就不怕被抓吗？我试图让他们知难而退，可那人不屑道：别耍花招了，我们选择在这里动手，自然不会留下什么把柄。我瞟了眼周围，这里没有任何摄像头，而且他们的机车牌号居然被遮挡住了。我一步步倒退着，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才能跑掉。等下，突然一道声音响起，一个人从他们之中小跑来到我面前，他摘下头盔，一脸笑意地看着我。小雅姐，没想到真是你，我以为重名了呢。小冕，是你，我有些惊喜。他是我爸手下总管的儿子李冕，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他，还给人当起了打手。李冕对那拿铁棍的人说了几句什么后，那人才收起了棍子。李冕回过头笑嘻嘻道：小雅姐，今天这事是个误会，回头我就把那对狗男女收拾一顿。周远和杜飞，他们是叫这个名字。李冕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不过幸亏有他在，让我免受了一顿皮肉之苦。我微微一笑：小冕，李叔要是知道你给人当打手，估计得气死。你记住，打人是犯法的，不过今天还是要谢谢你了。但我的事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李冕担心道：可他们要是再找别人咋办？我摇摇头，我以后会防范的。我知道了。小雅姐，你这是要去哪呀？我送你吧。李冕憨憨一笑，不过我还是选择了自己回去。虽然李冕年纪比我小一点，但被我爸妈看到的话，谁知道他们会想些什么。我只想把李冕当成弟弟看待，尽管他确实比较帅气，只是最让我想不到的还是林远和杜飞，他们为了报复我，居然找人来打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小矛盾了，不过这是牵扯到李冕，我总不能报警，而且也没有证据。至于我胳膊上的伤，让我妈好一阵心疼。这是我越想越气。回到学校的第一时间，我忍不住直接拖着包裹着纱布的胳膊去了周远宿舍楼门前蹲他，却不巧在这儿碰到了等他一块上课的杜飞。哟，这不是穷逼吗？你胳膊咋了？摔了一跤，还是脾气太臭，被人给打的吧？杜飞笑得合不拢嘴。我看着他勾了勾嘴，心头陡然出现一计，既然你想搞我，那我可不能不回礼呀。我脸色平静地看着他，你知道当初周远追我的时候有多舔狗吗？杜飞脸上的笑容缓缓止住，不屑道：别自恋了，远哥是没提早看清楚你的真实面目，他要是早就知道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我没搭理他，自顾自道：他天天给我买早饭，晚上送我回寝室，放假的时候还会带着我去各个地方旅游。想想那些去过的地方，
还真是怀念呢。闻言，杜飞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难看起来。为了进一步刺激他，我继续道：“你猜我们旅游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我顿了一下，又道：“你们之间又做过什么呢？你口口声声说不需要周远送你礼物，不需要他花钱，因为你心里知道他并不是真的爱你，因为他爱的是你的钱。”住嘴！杜飞胸口明显的起伏，声音都变得尖锐。你这种穷逼懂什么？他怒了，看来这招杀人诛心效果不错。我摇摇头，我是不懂舔狗的世界。你说谁是舔狗？我微微一笑，谁回答就说谁。目的已经达到，此刻也开始有围观的人，我懒得再跟他耗下去，你自个在这等吧，拜拜喽。身为一个女人，基本都会在意对方是否爱自己。质问不了周远，那留下杜飞这个坑也够他头疼了。今天心情不错，我决定晚上吃顿烤肉犒劳一下自己。一天下来都没见到杜飞的身影，只有周远一个人来上课，但他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眼珠子还时不时地看我，指不定又在憋什么坏水。果不其然，当我带舍友们刚点上烤肉时，周远突然来加我好友了。我点了通过，来吧，让我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招。小雅，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我答应杜飞也是因为某方面的苦衷，其实我爱的是你，我现在已经跟他分手了，你能相信我吗？我心中冷笑，相信你，我还不如相信一条狗来的实在。我回了句，好啊，我相信你。微笑，周远，感激，谢谢你。小雅，果然还是你最懂我。没事，我吃饭了。周远连忙道，小雅，其实有点小事，我现在需要一点钱，你能帮我一下吗？等过几天我立马还你。呵呵，原来是来找我要钱的。我没钱，不借。微笑，周远，小雅，别骗我了，你有钱。以前我还借你用过高档口红，就借我点吧，我一定还给你。好家伙，我记着我用高档口红的时候还是刚入学那会儿，只是我爸说做人要低调，之后我才不用了。后来没多久，周远就跟我表白了，只不过当时我没立刻答应他，但却迎来了他的死皮赖脸，穷追不舍。感情他对我也是奔着钱来的。我呵呵，有也不借。周远急了，林雅，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活该单身，还挑拨我跟菲菲的感情，滚吧！我刚想骂回去，结果又是红色感叹号，无了个大雨。什么人嘛？但周远跑来找我借钱，八成是杜飞被我的话刺激到了，想让周远证明他的爱呢。狗男女，自作自受。想着想着，我忍不住笑出声。正吃着烤肉的舍友问哪来的猪叫声，我特么再见周远的时候，他的眼神恨不得吃了我。杜飞则一脸幸福地拉着他的手，不得不感叹，恋爱脑真的可怕。路过他们桌旁时，杜飞刻意举起手亮出手腕上的金镯子，向我炫耀，看上去得有60-70克。为了博取杜飞的信任，周远也是下了血本了。穷逼，看到没？这是远哥从我家金店买来送给我的。我妈说等我们结婚的时候会再把钱退给我们，而且到时候远哥还会再给我买更好的。你呢？他给过你什么？杜飞得意地笑着。我瞥了眼旁边的周远，他正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八成是在恨我挑拨杜飞的事，主要还是心疼钱，看着都想笑。只是不知道这钱他从哪弄来的。我冷不丁道，一个破镯子有什么可得意的？有本事让他给你买钻戒，那才是真爱呢。况且他还不一定想跟你结婚呢。周远听到这话，立马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地指着我，林雅，
你个有妈生没爹养的东西，别在这挑拨离间。我对菲菲的爱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的。被人骂爹妈，这是谁都忍不了。我猛地一拍桌子，把正想帮周远骂我的杜飞吓得身体一颤。周远，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当初可是你跪求着我跟你在一起的，现在想想还真是让我恶心。我又不屑地看向杜飞，还有你，杜飞，你以为你家那点资产有什么了不起的吗？一个金店而已，对我来说根本什么都算不上。杜飞刚被我吓了一跳，又被我这样一说，缓过神来后立马也拍起了桌子。穷逼，你以为谁都开得起金店吗？就算我手上这个你也不可能买得起，也没人会送给你。我被逗乐了，但我爸说过，做人要低调，才不外露，不然会交不到朋友。但如今我已顾不上那么多了，今天非得给这个贱人上一课，并不是因为他夺走了周远，我本来也无所谓，单纯只是看他不顺眼。不过还没等我发飙，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的导师已经走了过来。杜飞，你跟我出来一下。随后导师看了我一眼，还有你，林雅，一会我再找你。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杜飞很快就回来了，然后我跟着导师来到了办公室。林雅，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很过分？我知道你喜欢周远，但人家杜飞是无辜的，你干嘛老是针对人家？导师面色不善，我反问道：老师，为什么您会认为一定是我找茬呢？那还用说，杜飞平时那么乖巧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他？林雅，我警告你，如果继续乱来，我就把你的事上报给院长，到时候拿不到毕业证，你可别后悔。我没说话，有些不理解地看着导师，但我也不敢顶撞，只好忍着心中不甘。是，我知道了。导师冷漠地点点头，只是在我转身将要离开时，一个盒子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摔在地上。我恰巧看到里面的东西是一串项链，好吗？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舍友问我怎么回事，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于是我把事情大概跟他们说了一遍，他们都为我愤愤不平，可也劝我不要再跟狗男女斗下去，毕竟如今连导师都站在他们那边，到头来我的处境只会越来越差。我想了一个晚上，最终还是听从了舍友们的意见，最主要的还是怕给我爸添麻烦。可就算我想息事宁人，还是有人不想罢手。我学的是生物学，学院规定，在期末考试前要先检测一下我们的动手能力，这将在总分数中占据一定的比例。然而在检测那天，我跟杜飞分在一个实验室里，他在路过我的实验台时，故意碰了我的胳膊一下，以至于让我把手中的仪器掉在了地上，啪一下碎了。导师气冲冲地走过来，不分青红皂白，指着我就是一顿批评。林雅，你这么长时间是怎么学习的？连个仪器都拿不稳，你这样的，就算毕了业也不会找到工作。见我被批评，杜飞肆无忌惮地笑着。先前我已经忍让了一次，这次我无论如何都忍不了了。我冷冷地看着导师，你没看到是他故意撞我的吗？导师声音立马拔高，你什么意思？还敢顶撞我？是不想考试了吗？我冷笑一声，你们这是在逼我，最好别后悔。我实验也不做了。在其他同学目瞪口呆的目光下，扔下设备，潇洒离去。果不其然，成绩下来后，只有我是醒目的0分。本来仪器打碎了，是还可以要求换新仪器继续实验的，但我不后悔。周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嘲笑我的机会，他在校园群里发了几张在实验室被导师训话的照片，8成是杜飞拍下来的，但不知是不是他手滑，竟把一张聊天记录的截图也发到了里面。我仔细一看，
竟是杜飞的汇录记录。虽然撤回得很快，但我还是第一时间保存了下来。猪队友，总有一款在你身边。周远可能觉得自己手速很快，不会被人看到。私底下他还特地来嘲讽我，说我是因为被他甩了才会心不在焉，考试0分的。不仅如此，他还炫耀杜飞给他买的昂贵球鞋以及游戏机，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得意已经持续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给杜飞买手镯的钱是哪来的了。周远私下里不知道从哪找的渠道，他通过一款不正规的借贷软件借了钱，而且是高利贷。但他不知道的是，利息超出他的想象。我考试中途潇洒离去的事已经传遍了整个院系，虽然有点爽，但我也在同学心中树立了一个学术不正的负面教材。走在路上遇到认识的同学，都会对我投来异样的眼神。我本来就只想低调的在学校里读到毕业，但现在都有点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为这事我还挺苦恼的。我爸见我心情不好，就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拗不过他，只含糊其辞地说自己考试成绩不好。尤其是我说考了0分的时候，我爸眉头轻轻一挑了一下，先是安慰我一番，然后认真道：小雅，如果学校里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爸爸。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他。之后，我爸向学院主任给我请了1周的病假，让我在家休息一下，没了狗男女碍眼。我也乐得清闲，索性闲来无事，我就想到我爸金店里当服务员，消遣时间，正好锻炼一下我的工作能力。毕竟以后还是要踏入社会的，只是世界有时候真的很小。穿上工作服的第1天，周远就带着杜飞来金店了。或许他们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我。杜飞故作惊讶道：这不是穷逼吗？听导师说你请了1周病假，没想到是来这里打工了。我把玩着手中的一对耳坠，轻轻一笑：这是我家的店，我当然能来，你装什么装？这里可是本市有名的金店，而且是总部。你说是你家的，别是想故意逗我笑吧？打工不丢人，丢人的是你说谎。杜飞嘴上冷嘲热讽，周远也跟着道：菲菲，他的1/1000都比不上你，当然得出来打工了，说不定等适应了工作就不去上学了。哈哈！我扔下手中的耳坠，翻了个白眼道：但我不像某人，只会花女人的钱。杜飞顿时掐起腰，怒气中带着些许得意：你看不起谁呢？今天远哥就是来为我买项链的。我故作惊讶道：是吗？但你家不是开金店的吗？让他去你家买呗，还能实惠点，是不是啊？周远，我瞥了眼周远，本以为他会肉疼一番，可他此刻却是反常的一副大款模样，一脸不屑道：我会贪那点便宜，菲菲尽管挑。杜飞开心至极，自顾自地看了起来。这空档，周远还不忘自以为是地对我挑衅几句：林雅，这些本来是你的，但谁让你自己作死呢？我到现在都没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他了。不过在我看来，周远8成是又借高利贷了，他或许还不清楚，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那意味着什么。杜飞指着我得意道：穷逼，我要你给我把这里的东西都给我介绍一遍，如果让我不满意，我就跟你们领导说，让他辞退了你。我心中冷笑，他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但嘴上还是应了声好啊。我咧嘴一笑，此刻你们尽管爽，总有你们哭的时候。1周过得很快，除了第1天碰到那2个晦气外，后面的几天的销售体验还不错，最起码转换了下心情。我妈总是念叨我上次划破胳膊的事，她担心的不得了。
于是为了鼓励我，以及为了给我保平安，便让我随身携带了一只小金佛。我有点无语，把小金佛往脖子上一挂，猛一看，跟暴发户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哪里的暴发户出来故意炫富呢。这跟我爸的理念可有点太相冲了。于是我把它放进了书包里，多少给我增加了点负重。刚回到学校，就察觉到有些同学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有些则装作看不到我的样子。尤其是杜飞，他不时地对我投来挑衅的目光，这让我很不爽。舍友们告诉我，杜飞趁我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跟同学们说我的坏话，什么穷的吃不上饭去打零工，为了工作讨好他之类的，甚至还给我散播一些很下作的谣言，比如被大款包养了，被迫营业。舍友们纷纷为我愤愤不平，是要做我的拥护者。我心甚微，看来烤肉没白请。不过如今看来，杜飞是要打算跟我死磕到底了，那就来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吧。但最让我生气的还不是那些谣言，而是在我小金佛不小心掉地上的时候，他居然说我是从他那偷来的。大家都知道他家开金店，再加上他散播的那些谣言，所以都对他的话几乎深信不疑。这就导致同学们看我的眼神更不好了。杜飞正得意着，可紧接着他就接起了一个电话。我在旁边听到清楚，是周远的声音，好像夹杂着哭声。杜飞脸色大变，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学校。几天后再见周远的时候，他的鼻子上贴着创可贴，脸角还有被打的痕迹。舍友们悄悄告诉我，他们听说有人看到前天晚上周远被几个校外的人带走了。周远想要反抗，却被打了一顿。我就知道高利贷、利滚利，周远根本还不起。他能回来，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杜飞帮他还钱了。可按理说，杜飞就算家里开金店，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金给周远还贷款。那他的钱是从哪来的？难道是金店公款？不过这些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只要狗男女不快乐，那快乐就属于我。检测考试不考时，监考老师换了个人，而我也顺利通过。虽然导师看我不顺眼，但他总不能明目张胆地对付我。何况我手里还有那张聊天截图，大不了鱼死网破。在提前体验了工作的感觉后，之后每到周末时，我都会穿上金店的服务装去当一名敬业的小职员。主要我爸是老板，工作时没有一丁点职场人该有的压力，甚至为了让意志力挺，我的舍友们提前体验一下工作，我还以介绍实习的名义也来到了金店做兼职。只是杜飞不知从哪得知了这个消息，居然带着一些他的马屁精来了金店，或许是为了向我宣示他对周远的主权，嘲讽我好像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但他不知道，除了对他们的恶心，我其实对他是抱有一丝同情的。当然，在找我茬的时候，我只想把他的嘴撕烂。比如眼下，我爸并没有把我的身份跟店里的员工说，只是让经理给我简单安排一下，所以平时跟那些小姐姐们相处也算得上融洽。此刻这么多人来金店，店里的小姐姐们几乎都跑了过来，她们热情招待着杜飞他们，而我则在后面静静摆弄着手里的饰品，毕竟他们可不是来买东西的。杜飞没有理会几个店员的问候，而是指向最后面的我要他给我做介绍。而杜飞身后的那帮狗腿也相继说，也让我介绍首饰。不用猜也知道，他们这是故意在消遣我。没空，我头都没抬。杜飞立马扯大了嗓门，咋咋呼呼地对其他店员道：“你们就这种服务态度？”店员们面露为难，他们自然看得出来，这杜飞是来找茬的。
不过还是有人来劝我退一步，让我不要意气用事。我意气用事，我还想直接给杜飞一巴掌，让他赶紧滚呢。不过这是怪不得别人，他们都恐怕还以为我只是一个出来勤工俭学的学生呢。还不等我开口，杜飞又吵嚷起来：这里不是市里最大的金店吗？居然有这种员工存在！要是在我家店里，我早让我爸开除他了。狗腿们纷纷附和，给杜飞造势，甚至其他客人都停止了挑选，开始围观这场闹剧。尤其是在一个大腹便便的胖男人过来时，杜飞的气焰更盛了。杜飞跑进那老男人怀里，惊喜道：爸，你怎么来了？胖男人哈哈一笑：老板召集我们这些分店长过来开个会，我听到这边有你的声音就过来了。本来还有几个劝和的人，他们一听是分店店长，纷纷不敢吱声了。杜飞的狗腿们更是欢呼雀跃地喊着叔叔。胖男人挨个回应着他们，但眼睛却不老实地在每个人身上转来转去。一个字：猥琐。没有比这更恰当的形容了。胖男人问道：发生什么事了？菲菲。杜飞顿时指着我，委屈道：爸，我在学校里乖乖上学，可他老是针对我，隔三差五就找我麻烦。同学们看不惯，就趁着周末来帮我一起讨回公道。刚刚他还又骂我了呢。他这污蔑人的话术是越来越熟练了。我眉头一皱，直接一巴掌拍开他指着我的手。我最烦别人指我。胖男人立马喊道：把你们经理叫出来。他话音刚落，经理就到了。刚刚见事情闹大，已经有店员去找他了。胖男人跟经理应该认识，他阴阳怪气道：老李，我说你这怎么招的员工，在学校里欺负我女儿也就罢了，那由老师处理，可工作跟学习可不一样，态度都没摆正。经理没有立马回复胖男人的话，而是看向我：小雅，没事吧？我轻轻摇头。经理微微一笑：别人不知道我的身份，但我爸当初送我来的时候是跟经理交代过的。他转头对胖男人道：杜店长，我招的店员人品我自然清楚，是怎么回事监控一清二楚。你作为店长，还是管理好自己的店吧。你说是我女儿的错？胖男人声音拔高，可当经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时，他的态度却立马缓和了许多。毕竟总店经理的职位是在分店长之上的。算了，既然是在老李你的店里，那这个面子我还得给，这事就这么算了。胖男人恶狠狠瞪了我一眼。杜飞还不想罢休，我听到胖男人对他说：等出了店再给我好看。经理问我要不要跟我爸说，我摇了摇头，说这事我还能应付，没必要惊动他。但我小看了杜飞他爸的计较心，他居然找到了学校里，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他说我欺负他女儿，要求导师严厉批评我，然后就上演了一出对簿公堂的把戏。导师怒气冲冲地把我和杜飞叫到了办公室，说我目无师长，不尊重同学，还要我把我爸给叫来，他们父女俩齐上阵。导师也站在他们那边，我百口莫辩，也懒得再解释，直接摆烂。我爸很忙，他走不开。杜飞冷笑：你爸忙？他忙着搬砖吗？导师眉头凝重：你爸再忙也没杜店长忙，他可是掌管着一个大金店，一天的收入都顶得上你们1个月的了。赶紧打电话，别逼我惊动主任。对我一脸的不耐烦，可面对杜飞他爸时，却换了一副笑脸。呵呵，有爹撑腰就高人一等不成？既然如此，那我就打给你们看。我拨通了我爸电话，那边有说话声，应该是在忙。爸，你在忙吗？不忙。怎么了？今天学校里有点事，导师让你过来一趟。好，我一会就到。挂掉电话，
我直接坐在身边的椅子上。反正事情到这地步，我也不跟你们含蓄了。我慢悠悠地把那张聊天记录发给了我爸。杜飞他爸见状，冷哼一声：“看看，这什么样的家长才能教出这种没有礼貌的孩子？估计他爹不是泼皮，也是无赖。说我不要紧，居然骂我爸，这我忍不了。你才是泼皮无赖，光长年龄不长德性。你骂谁呢？”杜飞急了，要过来打我，不过却被他爹给拦住了。看来他爹还是有点脑子的。杜飞要是敢碰我，看我讹不死他。没过一会儿，透过办公室的窗户，一辆迈巴赫缓缓停下。杜飞看着外面的车，恬不知耻道：“爸，这辆跟我们家那辆挺像的，应该是同一款吧？神特么跟他家同款，这特么是限量款，有价无市好吧？”再看他爸，脸上的笑容已经渐渐消失了，表情凝重地看着我道：“你爸叫什么？”我微微一笑：“我姓林。你觉得我爸叫什么？”杜飞还一副狗眼看人低的姿态，见他爸变了神色，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便声音弱弱道：“爸。”这时门开了，毫无意外，我爸直接穿着工作服来了。他平时就总说要跟员工同在一线什么地话，真无语。导师见我爸这副穿着，眉头都快拧成了一条线。你就是林雅的爸爸，看看你教的好女儿吧，光在学校里惹事。我爸直接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神色平稳道：“我女儿有多好，我自然知道，不用你来告诉我。”导师还想说什么，却见杜飞他爸颤颤巍巍地走到我爸面前，嘴唇不住地抖动：“林总，您怎么来了？”这声林总把杜飞吓傻了，导师也呆住了。我爸眼睛微眯：“杜明强，你威势挺大呀，不仅骂我女儿，还骂我。”杜飞他爸抹了把脸上的汗，小心翼翼道：“不敢，这都是误会。”我爸手轻轻扣了扣桌子，淡淡道：“财务核查到你这2天提交的账目不对，这是很严重。还有，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店长，我会重新考虑的。林总，给我个机会。”林总，我知道错了。杜飞他爸顾不上颜面，竟一个腿软坐在地上，而杜飞竟然直接哭了起来。紧接着，我爸将一张打印好的文件丢在桌子上，那上面有我发给他的那张聊天记录截图。我相信学院会秉公处理这件事的。说完，我爸摸了摸我的头，笑道：“小雅，爸爸还有事就先走了。”我没理会傻了的他们，直接出了办公室。之后，教导主任亲自澄清了杜飞给我散布的那些谣言。至于杜飞，自从那天之后，他已经几天没来学校了。我爸告诉我，杜飞他爸店里的账目不对，是因为杜飞偷偷拿了店里的首饰，他爸丢了工作，一气之下全赖在杜飞的身上，为此还把他打了一顿。每次上课的时候，周远都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眼神中透露出黯淡和慌张。他去问杜飞的舍友，为什么杜飞没来上课，只是都在躲着他。后来他就退学了。消息灵通的舍友们告诉我，周远退学是因为他家里为了给他还高利贷，负债累累，而周远更是因此产生了心理问题，无法继续学业。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新来的女上司看上了我男友，她说只要我男友和她在一起，她可以给他60万年薪。男友对此嗤之以鼻，还在背后骂她是死肥婆。可后来男友却漫不经心地反问我，和他玩一玩怎么了？我挣了钱，你不也能跟着享福？茶水间里传来同事的议论声，听说了吗？技术部的秦东和新来的苏总在一起了。
昨天有人看见苏总向秦东索吻呢，真是笑死了，是吗？有人惊呼出声。那秦东的口味可真是够重，竟然会看上这么个。可不是，要是我都下不去嘴。我垂眸，暗道一声离谱。他们口中的秦东，是我谈了8年的男友，我们从大学一直走到今天。上周末两家还在商量订婚的事，这时候移情别恋，除非他疯了。至于这个新来的总监，从他到我们这的第1天起，公司里就流传着各个版本的流言蜚语。有人说他什么也不会，就是过来玩的，指不定哪天就走了。也有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家里一直宠着，空降到这座总监也是家里人给他找点事，打发时间。还有说这个苏揽秋单身久了，这次来是专门给自己找个男朋友的。流言各式各样，传到最后就变成了满满的嘲讽，因为他的形象实在太不像个总监了。他鼻梁、香肠嘴、绿豆眼，20多岁的年纪，却有着200多斤的体重，浑身上下都是鼓鼓囊囊的，整个人坐在沙发上，像一座巍峨的山。甚至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苏篮球”。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伸手推门进去，里面的议论声戛然而止。随即有人叫我林念，苏总叫你过去呢。他用胳膊顶了顶我，又冲我挤眉弄眼。这次把林建集团的大标拿下来，估计奖金得有60万吧，等明年再升了职，别忘了姐妹们哈。我笑着摆摆手，只是刚中标，还没做完项目呢，等拿了奖金，一定请大家吃饭。这种开心的情绪一直持续到进总监办公室。办公室内，苏揽秋却递过来一张纸，上面赫然写着交接明细。我诧异道：“苏总，这是要干什么？”苏揽秋抬眸：“你把手上林建集团的项目资料整理好，今天下班前交给我吧，后面公司会安排别的项目给你。”几乎是一瞬间，天旋地转，我眼前一黑，头嗡的一下就炸开了。我急切问道：“苏总，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刚刚的几秒，我几乎回忆了所有关于林建集团项目的工作，可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我只能想到，为了拉拢和林建集团业务部门的关系，我几次喝酒喝到胃痉挛；为了摸清小林总的喜好，我好几个月都跟在他后面，盯着他去哪吃，去哪玩。因为吃饭不规律，得了严重的胃溃疡。招投标前的1个月，我彻夜不归地留在办公室做标书，反复修改方案。还有我拿下项目的那天，小林总对我的夸赞再无其他。他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哪有这么多为什么？正常的工作安排而已，这也是公司的意思。我闭上眼，背后不断有冷汗冒出来。项目换人，这意味着不仅60万的项目奖金没了，还有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全都付之东流。他后面再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下意识看了一眼门外，隔着玻璃，秦东也在看着我，目光里有问询，有关切。四目相对之时，我鼻子一酸，在心底的委屈一瞬间如同泉水一般涌了上来。这样吧，苏揽秋敲了敲桌子，把我唤了回来。他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纸，这几个项目你拿去做，做得好了，明年还是有机会晋升的。我瞥见纸上的几个客户，心一下子沉到谷底。这几个客户都是公司没人愿意对接的，订单小，要求多，回款慢，早就被拉入了公司黑名单里。他似乎察觉出我的不乐意，又补充：林建集团能选择和我们公司合作，是对我们这个公司的认可，并不是靠你的努力。只有把小客户做好了，才能证明你的厉害，不是吗？
他顺手把资料递给我，刚打算接过来，忽的，我眸光一动，他手腕上戴的是一条钻石手链。几天前，我和秦东逛街时，一眼我便注意到了这条手链，玫瑰金色搭配着碎钻，在灯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淡淡的光晕，很是漂亮。当时大概是多看了几眼，秦东从身后搂住我，喜欢这个？还行。我咬咬唇，拉他走。其实很喜欢，但一旁4位数的价格让我不好意思承认对他的喜欢，生怕伤了秦东的自尊心。秦东家里条件一直不好，他爸是个赌鬼，他妈因为生病常年吃药，所以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没花过他的钱，他却扣住了我的手腕，心疼妈撒道：念念，跟着我真是委屈你了，我买不起这些你们女生喜欢的东西，除了对你好，我也不会其他的了。我一阵心疼，连连说我不喜欢这些，又有些后悔叫他出来逛街，急忙拉他离开了商场。而此时，苏揽秋的手腕上竟戴着一条一模一样的手链。恍惚间，我想到了公司里的流言蜚语，按理说，以他的身家，根本看不上这几千块的东西，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什么？你还杵在这做什么？苏揽秋不耐烦地皱眉，没其他事就出去吧，我这也挺忙的。想说的话太多，可最终我只是垂下眼，说了句知道了。正当打算拿着客户资料出办公室，办公室突然有断裂的声音响起，几乎是一瞬间，头顶那盏欧式水晶吊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砸了下来。事故发生的突然，玻璃门外一阵阵尖叫声响起，我当时吓得不会动了。与此同时，一道人影从门外飞奔进来，是秦东。秦东！我下意识尖叫，他身手敏捷地冲进来，几乎是想也不想的，第一时间伸出手，把同样吓得定在原地的苏揽秋推到了一边，吊灯挂件全都砸在秦东的身上。我听见秦东闷哼了一声，他咬着牙，冷汗顺着他的额头滑落下来。我心慌地看着他，却蓦地被苏揽秋推开，他肥胖的身子挤过来，挡住了我全部的视线。好在秦东只是背后红肿了一大片，他活动了几下，看起来就没什么大碍了。可苏揽秋吓得眼眶都红了，他一定要带秦东去医院，甚至不顾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撩开他的衣服，帮他揉着后背的红肿。门外的同事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一幕，陆续有细碎的议论和嘲讽声传进来。可此时苏揽秋的注意力全在秦东身上，我甚至在秦东看向苏揽秋的眼神里读出了温柔，可他自始至终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秦东和苏揽秋从医院回来时，我正翻看着苏揽秋安排给我的新项目，越看越觉得离谱。这些方案是早几年就已经给客户做过的，再和几个公司元老一打听，发现这些客户最近并没有项目在做。我抿唇轻笑一声，整我。苏揽秋刚来公司，他不知道我当初为了拿下林建集团的项目，早就把公司曾经做过的项目全都翻来覆去研究了个透彻。这些旧的项目和方案，我早已经倒背如流了。正当思考着苏揽秋的真实意图时，他们二人回来了。苏揽秋招呼大家过来，当着众人的面，他郑重道：秦东今天救了我，明天起林建集团的项目交由秦东负责，希望大家能配合好秦东的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完成。此话一出，不只是我，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一旁的项目助理忍不住出声道：可是秦东是技术部的呀，他不了解这项目，也没有做过项目啊。没做过怎么了？苏揽秋皱眉，
谁生来就会做项目？我们公司项目部的人又有多少是专业对口的？我相信，只要秦东肯学，你们能积极配合，就一定能把项目顺利完成。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苏揽秋打断助理的话，做好你分内的事就好。他又抬眼，轻蔑地看向我。我交代给你的那几个新项目，记得尽快完成，把这些做好了。以后公司也会酌情分些大客户给你。我回头看向秦东，他嘴角挂着笑，眼底有得意的光芒一闪而过，似乎是察觉到我的目光。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苏揽秋交代完工作后就离开了，趁大家都回工位上干活了，我把秦东拽了出来，压抑了一上午的情绪，在此刻喷薄而出。我开门见山地问他，林建集团的项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苏总为什么会把项目交给你？他有些不耐，倒也没瞒着。那死肥婆昨天跟我表白了，她说只要我和她在一起，她就能给我60万的年薪。可你知道的，这是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拿下的项目。我咬牙，你是不是傻？他斜睨了我一眼，轻笑，你只是拿下了这一个项目，那以后呢？但我不一样，只要我拿捏了那肥婆，他说以后不论是谁拿下了大项目，后续都交给我负责。你顾的是眼前，而我要的是长久，是无数个60万，你懂不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听见的。拿下一个项目，前期的工作和投入是最多的，而我们公司的奖金制度却是谁负责做完整个项目，谁拿奖金。若只是单单拿下招标订单，那公司只会象征性的给1-2万的奖励，1-2万与60万天差地别。他除非是想把公司搞垮，才会和秦东说这样的话。他又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考虑，把他哄好了，我就能在这买房定居。再说了，我有了钱，你不也能跟着享福？想说的话如鲠在喉。我看着眼前的人，莫名觉得有些陌生。刚毕业那会，他意气风发，充满了雄心壮志。他说他一定会靠自己的努力，在这个新一线城市闯出一片天。而现在，他没了之前充满斗志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不甘与算计。沉默许久，我问他，苏揽秋知道我俩的事吗？其实公司之前一直没人知道我和秦东在一起的事，更确切地说，公司向来禁止办公室恋情，要是被发现了，2人中只能留下来一个。听到我这么问，秦东突然有些心虚，但也就心虚了2秒，他又满不在乎了起来。他需要知道吗？他一个董事长的独女，要风的风，要雨的雨的，他喜欢我，就直接和我表白了，哪管得着我有没有对象？说这话时，他这张脸变得陌生且自大。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我也听不下去了。我忽然觉得我有些厌恶他了。我撇开脸，不再与他对视。又想到下周末订婚的事，我轻声道，秦东，要不然我们分开冷静一段时间吧，订婚的事也先算了吧。你疯了吗？他的脸瞬间黑了下来。订婚的酒店已经订好了，请帖也都发给亲戚了，这时候分手，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他不耐地摸了摸额头，最后丢下句，分手的事不要想，剩下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就回了办公室。中午吃饭时，意料之内的，大家聚在一起，都在低声说着今天早上的事。提到苏揽秋，又是一片嘲笑。我听了一会，觉得无趣，便拿着盒饭打算回座位上吃。路过会议室时，里面突然传来苏揽秋的声音，正愁没理由把项目交给你呢，这灯掉的可真够及时的。透过门缝，我看见秦东正双手搂着苏揽秋的腰，暧昧笑道，那等我们结婚那天，
我把这灯扛到婚礼现场，让他做我们爱的见证，好不好呀？你讨厌？苏揽秋羞红了脸，娇嗔。她踮起脚凑上去，两片肥厚的嘴唇就这样贴在了秦东的唇上。秦东顺势搂住她的脖子，微微弯腰，加深了这个吻。我站在门外，一瞬间如坠冰窖，忘了最后我是怎么离开的。一下午，脑子里都是秦东把苏揽秋压在桌子上深吻的画面。他乌黑深邃的眼眸里满满都是苏揽秋，再容不下其他人。只一个中午，我就成了局外人。耳边想起苏揽秋来公司第一天时说的话：“你们别不服我，这世上就没有我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再看了一眼手边苏揽秋交代给我的工作，我一阵心烦，起身洗了把脸。镜子里浮现出一张蜡黄又憔悴的脸。曾几何时，我变成了这样，是为了项目，几天几夜不眠不休，还是因为胃病，长期吃不下东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到头来还不如秦东那一张皮囊来得实际。秦东长得好看，是人群里一眼就能被看见的那种好看。曾经也不乏有家境不错的女孩子向他示好，可他总是嗤之以鼻。他那会笑着说：“靠女人吃饭的男人就是个软蛋，女人都知道掌心向上的日子不好过，更何况是男人呢？”他还说他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站着把钱挣了。可我今天才明白过来，他鄙视的是向女人伸手要钱。但若是有女人直接把钱放到他手里，且能让他产生一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幻觉，他也会欣然接受。我垂眸，原来他口中的努力是这样的呀。一直到下班，两人都没从会议室里出来。办公室的人带着一脸看八卦的神情，玩味地盯着会议室。我一阵反胃，把苏揽秋给的项目文件收好，早早地离开了办公室。他给我的项目都是2、3年前的，可他又说客户那边着急得很，要我尽快完成。想来想去，他无非是在耍我，或是想把我的精力都转移到新项目上，没有时间再纠结林建集团的事。一直等到半夜12点，我整理好以前给客户做好的旧方案，一起打包发到了苏揽秋的邮箱，又给他发去消息：“苏总，方案已经做好了，请查收。”意料之中，他没回。我嘴角轻轻勾起，不是急吗？那我得做戏做全套呀。又连发了10多条消息后，我开始疯狂给他打电话。他那头似乎是调成静音了，打了几10通电话，见他没接，我转头就把方案发到了公司大群里，然后单独艾特了他：“苏总，您说客户要得急的方案我已经做好了，您收到了吗？”过了半个小时，又艾特了群里所有人。有人知道苏总别的联系方式或者家庭住址吗？他说这些方案着急要的，可我现在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群里沉默了1个小时后，新来的实习生缓缓打出个问号：“这项目不是几年前的了吗？我前几天还看过。”一直到第2天都没有等来苏揽秋的回复，倒是总经办派人下来说苏董事长叫我上去一趟。我心里憋了一整天的小火苗，突然就没出息的转为了紧张。来公司这么久，我只见过苏董2次，一次是年会，还有就是苏揽秋入职的第1天，再无其他。因为苏董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层级能见到的。说实话，要不是苏揽秋入职那天苏董亲自陪着他一起来的，我还真看不出他们是一对父女。因为苏董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他身形挺拔笔直，五官俊朗的像是雕刻出来的，明明50多岁的年纪，看起来最多只有40岁。据说
他久经商场，当初只用了不到5年，就登上了本市富豪前10的位置，所以身上不刻意，就有一种居高位者的范儿。到办公室时，他正专心地看着文件，即使是没抬头，他都有种天然的压迫感。再加上顶层的空调本就比楼下的更凉一些，我有些拘谨地站在门口，感觉脊背都僵硬了。听见动静，他抬头，一双幽深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过来，随即冲我点头：“你就是市场一部的林念，进来吧。”我局促不安地进去，见到里面华丽又高级的布置，更是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只能怯生生地站在他对面。他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坐，随口漫不经心地开了口：“我听小秋说，你对最近公司的业务安排有看法？”是。听到他提到业务，紧张稍微缓和了些，我不卑不亢地开口道：“林建集团的项目是我一手拿下来的，我为这个项目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但是林建的老林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手握着茶杯，表情淡然无比地打断我：“之前他就有意向把这项目交给我们公司来做，只不过正好你接手了。”像是有一盆冷水从头顶泼下来，我张了张嘴，突然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说出口了。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拿下林建集团的项目，并不是靠我的努力，或者说的更直白点，换了谁，当初都能拿下这项目。他高深莫测地看过来：“你很有个性和想法，但我希望你这种品质能放在工作中，而不是别的地方。”至于小秋，她年纪小，有时候是有些胡闹，但年轻人在一起共事，有点矛盾，或是有点误会，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把矛盾拿到明面上，总归是不光彩的。有时候各让一步，事情也就过去了。你说对吗？我就这么看着苏董，看着他不苟言笑的脸，最终沙哑着开口：“我知道了。”苏董，他点点头，又拨了个电话，示意秘书带我下去。秘书是个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的漂亮女生，本来在公司下属的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因为长相出挑，被苏董看中，提升做了私人秘书。平时总感觉高人一等，讲话也从不藏着掖着。我跟在他身后一起走进电梯，等电梯门缓缓合上，他面露鄙夷地翻了个白眼：“昨晚在群里搞什么名堂？你看小苏总稀的搭理你吗？麻烦搞清楚自己的档次好不啦？你只是拿下个项目，又不是搞了什么发明创造。再说了，再大的项目能比得上苏董的女儿吗？别说是项目，就这公司以后都是他的，只要他开心，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更别说是项目换人了。本来我就挺看不上他的，仗着苏董的关系，他总对我们颐指气使，有事没事就踩我们一头，鼻孔已经长到头顶上去了。现在听他这么说，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顿时冷声道：“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就因为苏揽秋轻飘飘的一句话，我什么都没有了。要换作是你，你闹不闹？”他满不在乎地耸肩：“那你也要感谢公司，没有公司这个平台，你能做起来这个客户吗？也是，要怪也怪你自己，要凶没凶，要屁股没屁股的。你要真有本事，苏揽秋都得管你叫娘。”我彻底垮下脸，冲他怒骂：“我跟你是一类人吗？躺着赚钱当然舒服了，与其在这说风凉话，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抱紧大腿，别最后没上位，还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正巧电梯到1楼了，我转头打算出去，他在我身后气得跳脚：“你他妈傻逼吧？谁说老娘要上位了？滚你妈的！”我直接打开手机，镜头对着他：“大公司的董秘原来就这素质啊，我都录下来了哦。”他吓得花容失色，
嘴巴立马闭得紧紧的。我没再看他，头也不回地出去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拿上电脑，去会议室里开始整理交接文件，一直到中午，工作内容终于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耳边传来细微的开门声。看到走过来的人时，我低头冷笑一声，连眼皮都懒得掀了。秦东此时像是饿狼见到了生肉，目光贪婪地盯在我手里的文件上。交接的东西整理好了，拿去吧。我随手递给他，想了想，又道：秦东，从昨天开始，我们就算正式分手了，对吧？他那双迫不及待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愣了愣，你什么意思？就因为这个破项目就要跟我分手？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也是为了我俩的以后考虑。我看着他假装深情的模样，心里都清楚，他表现得不愿意分手，只不过是他家亲戚都知道了他要订婚的事，他抹不开面子罢了。我笑了笑，随即无奈摇头。昨天会议室的门没关好，我都看见了。秦东一怔，随即恢复了淡然的神色。这一次连心虚都没有了，他眉宇间还透着难以掩饰的得意。看到了就看到了呗，你是没见到那死肥婆见到我时色眯眯的样子，跟没见过男人似的。他一脸嘲弄地回忆着，又啧的一声道：以前我怎么没发现我包容性这么强呢？以前别说是200斤了，就是150斤以上，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结果现在人家一说给我60万的年薪，我突然觉得他就跟仙女下凡似的，有了金钱的加持，再难看的人我居然也能看顺眼了，真是够奇妙的。看着他忘乎所以的样子，我先是一阵反胃，下一秒又有伤感扑面而来，就像是一根针在心脏上慢慢的游离，那种疼痛细微却尖锐。我和秦东在一起时，不是没有男生对我示好，那时候秦东捧着我的脸，有些失落道：林念，我不像别的男孩子那样有钱，也不会讨女孩子欢心，你会不会哪天就不要我了？那时候他像一个温润的大狗狗一样，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见我没说话，他又单手做发誓状，等我以后有钱了，我一定给你最好的生活，我们以后绝对不会因为钱分手，至少我不会。可当巨大的诱惑摆在他面前时，他还是食言了。见他执迷不悟的模样，我也不想再多说了，我坚定地推开他：秦东，你一直都知道，我要的是一段能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爱情。从你接受苏揽秋抛给你的橄榄枝时，不管你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你都已经背叛了我，所以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他的脸彻底冷了下来，他抱着手臂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底一片冰凉。我就不明白了，有捷径为什么不走呢？你有本事也找去啊，还不是没有有钱人看得上你，才选择跟我在一起。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轻嗤一声，又道：要是那个小林总看上你，别说是你有男朋友了，哪怕是结婚了，你都照样脱了衣服，急吼吼地往上扑吧。啪一声脆响，我扬起手，一巴掌狠狠打在了秦东脸上。从撞破苏揽秋和秦东2人拥吻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克制着自己扇他的冲动。毕竟苏揽秋是我的上司，工作上的安排即使是不公，但我作为下属，只要还在这上班1天，我就只能任由其安排。再有，秦东选择哪条路，即便有违道德，那也是他的自由。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尤其是小林总这样毫无关系的人身上。果然，脏了的男人看谁都是脏的，又或者他本来就是脏的，只不过从前我没有察觉而已。我彻底冷下脸，死死地盯着他。秦东，你可真让我恶心啊！
秦东的脸上划过一丝阴霾，他恶狠狠地抬头，恼羞成怒地吼道：“恶心你妈呀！你搞清楚了，你最近吃的用的都是我拿他的钱买的，别不知足！”我愣了足足3秒，才明白过来他指的是什么。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不仅房租 AA， 就连伙食费和生活费一直都是一人一半。前阵子我拿下了林建集团的项目，他也跟着高兴。下班时特地在楼下买了一个全家桶回来，说是庆祝我拿下项目，破天荒的没有要我钱给他。至于用的，我想破了脑袋，才终于想起前几天他下班回来时，沾沾自喜地从口袋里掏出几瓶欧舒丹的洗发水小样。那会我还以为是商场做什么活动送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他和苏揽秋去了某家高端酒店开了房，临走前从卫生间里拿回来的吧。我有些疲惫地看着他，突然不明白之前看上他什么了。沉默了片刻，我点道：“那行，家里之前买的洗发水、沐浴露那些，你都带走用吧，就当是补偿你的。现在是月底，房租也快到期了，我会尽快搬出去，重新找个地方住。至于续不续租，随便你吧。不过你现在有了苏总，应该也不屑于再住出租屋了吧？你铁了心了是吧？”他咬牙，又恨恨点头：“行，现在是你配不上我，不是我配不上你。以后你可别哭着回头来找我。”我不再搭话，转头把交接表递给他。林建的小林总不是个好伺候的主，你注意着点，别给苏揽秋丢人，搞得跟只有你能做业务似的。他满不在乎地哼了一声，又讽刺道：“不会的地方，肥婆会帮我的，不像你单枪匹马，累得跟狗似的，是吗？”我低垂下眼眸。小林总最爱吃的东西是香菜，他还喜欢别人给他准备惊喜。可你呢？不说香菜是你最讨厌的东西，就是惊喜。我盯着他几秒，又苦笑道：“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什么惊喜也没给我准备过吧？”我把交接表轻轻放到他手里：“好好干，别让我看了笑话。”我不再看他，拿上电脑，转头离开了会议室。吃完午饭，我将写好的邮件群发送到了公司高层领导的邮箱里，并抄送给了公司每一个人。秦东现在正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大概是忘了公司禁止员工内部谈恋爱，而我的邮件标题正是实名举报公司技术部员工秦东与项目总监苏揽秋的不正当关系。正文里，我冷静又详细地把整件事事无巨细地写了下来，包括我和秦东曾是恋人关系，苏揽秋向秦东表白，秦东选择劈腿，还有就是项目被苏揽秋转到了秦东手上。发送前，我还不忘附上2人亲热照，尺度不大，可完全能证明他们已经在一起了。邮件刚发出去，办公室里的气氛就变得微妙起来，同事之间开始使眼色，互相暗示着看邮件。又没几分钟，苏揽秋接到一通电话，脸色不好的上楼去了。苏揽秋一走，大家索性连活都不干了，一瞬间纷纷凑过来，一个个脸上都闪着兴奋的神色。我的妈呀，你和秦东居然是一对，这苏揽秋可真够不要脸的呀！有女朋友的男人都来抢，我就说这项目怎么突然转到秦东手上去了？原来还有这出呢！林姐，你就是我亲姐，真是太佩服你了。话说这样搞，你不怕被辞退吗？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为什么会开我？现在搞办公室恋情的可是他们呢。再说了，开我也行啊，给我 N+1我就走。我在公司待了6、7年，N+1算下来也有快20万。若是真能一次性给我这么多，我倒是乐意收拾东西走人。
厉害呀，姐！一个平时没什么交集的小伙子，此时竖起大拇指。我要是有你这魄力，还愁谈不下项目吗？正准备说话，苏揽秋黑着一张脸走了过来。你搞我！他声音平稳，却隐藏着怒火。办公室的人此刻全都往这边看过来，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样子。我笑着看着他，不行吗？他噎了噎，又轻笑。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让公司辞退秦东，还是想让我丢人？你难道不知道我爸是谁吗？我欣赏了一会自己的美甲，然后满不在乎道：你爸是谁？你该问你妈去。这么大的人了，还到处问这个问题，丢不丢人啊？周围人开始憋笑，众目睽睽之下，苏揽秋的脸涨得通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就滚！我道：你让我干，我就干；你不想让我干，咱就公事公办，走辞退流程呗。他气得暴跳如雷，不就是项目拿走了你不服气呗？你等着吧，有我的辅助，秦东绝对能做得比你更好。我抱着手臂安静地听着，连个表情都懒得给他。等苏揽秋骂完了，我转头就将我和秦东分手的消息发在了朋友圈里。这之前，因为我和秦东快要订婚，我加了不少他家的亲戚，为防止他就分手的事在亲戚圈里乱说，我将早上给领导们发的邮件截图好，发在了朋友圈里。做完这些，我又给秦东他爸发去一条消息：叔叔，我和您儿子分手了。他找了新的女朋友，是我们公司的总监，家里条件挺好的，是个富二代。他爸好赌，这之前我挣了钱还给他爸还过赌债。想到自己曾经恋爱脑的样子，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消息发出去没多久，他爸就兴奋地秒回：富二代？真的？他新女朋友家里做什么的呀？见到鱼儿上钩了。我勾了勾嘴角，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独生女，家里可有钱了，光是别墅就有几10套呢。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公司就被同事急吼吼地拽去了茶水间。他冲我挤眉弄眼：听说了吗？秦东出事了。怎么了？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一脸兴奋道：昨晚秦东请林建集团的小林总吃饭，你猜他请吃的啥？我还没来得及思考，他就抢先道：他居然请小林总吃香菜宴。香菜宴啊，简直丧心病狂！也不知道他咋想的，不仅把香菜打碎了藏在每道菜里，还在每道主食里都放了香菜汁，说是要给小林总一个惊喜。他捂着嘴，脸上的笑就快要收不住了。吃完之后，又要带小林总玩点新鲜的，还给了小林总一个眼罩，小林总就跟着去了。结果他居然把小林总带到了蹦极的地方，扯掉他眼罩的一瞬间，就把他推了下去。啊！我一惊。然后呢？他整个人兴奋的像是亲眼见到了似的。然后小林总就被吓晕了呀，是真晕了。等进了医院，医生一检查，才发现他身上还起了疹子。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小林总居然香菜过敏。好在小林总吃饭时就觉得味道不对，只吃了几口就推脱不吃了，所以目前只是受了点惊吓，身上的疹子倒还好。我松了口气，话还没说完，门就砰的一下被人给撞开了。秦东那张气急败坏的脸顷刻间出现在门口。林念，你给我出来！我被开门声吓了一大跳，又见是秦东，赶忙躲在同事身后，大声道：真是要被你吓死了！你让我出来，我就出来。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咬牙：林建的小林总住院了，你跟我一起去给他道歉。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关我什么事？我不去。他噎了一下：是你没做好交接，给了我错误信息，才导致小林总住院的呀。我好笑地反问：我交接的，
你有证据吗？交接表上有吗？你自己把人害惨了，还赖到我头上，我告你诽谤，信不信？”林念你，他气得涨红了脸，转而痛心疾首道：“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这样子真让我感到陌生。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啊。”我撇了撇嘴，又道：“小林总都在医院了，你还有空在这跟我闲聊？我要是你，早就买几束花去医院陪着了。”说完，我没再搭理他，转身走出了茶水间。只不过我没走远，等秦东离开了办公室，我悄悄地拨通了小林总的电话，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就迫不及待传了过来。对接的人怎么突然换了？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男的是个傻逼。我觉得有些抱歉，又有些好笑。把项目交给技术部的人负责，可不就是傻逼吗？他愣了愣，什么情况？我们苏董的独生女看上这位技术部人才了，就把项目给他了。见他颇有兴趣，我把整件事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太傻逼了！听完，他怒骂一句：“你辞职来我这吧，我们这缺个拼命三娘。”我不走，想也没想，我摇头：“60万没了，我要看他们遭报应呢。就是这次的事有点对不住你了。嗨，咱不是兄弟吗？”他语气轻快：“能让你乐一乐，也不枉费我这么惨了。”正说着话呢，电话那头传来几声怒斥，隔得远，我听不太清楚，倒是小林总随意寒暄了几句，就着急挂了电话。我当时也没太在意。等下午时，秦东哭丧着脸刚回办公室，就被行政那边的领导叫了上去。与此同时，小林总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这次我可给你出了口恶气了呀！他声音里透着幸灾乐祸。怎么了？我不明所以地看了一眼秦东离开的方向，这傻逼撞枪口上来了。我家老头子正在医院大发雷霆呢，他倒好，捧着一大束花就来了。你知道的，我花粉过敏，我老头直接夺过花就砸他头上了。你是没见到那场面？我家老头已经打电话给苏建国了呀，这项目的对接人必须换人，随便是谁，就是不能是他，不然以后两家公司别想再合作了。我越听越乐呵，随即笑着打趣：“秦东可是苏揽秋的心上人，苏董又是你爸的老友，万一苏揽秋去替秦东求情，你爸不得顾忌着点。”他听了，倒是满不在乎的轻哼一声：“老友又怎么样？我家老头就我这么个儿子。苏建国知道宝贝女儿，我老头也宝贝我呀，他都把我害成这样了。要不是中标项目不能轻易毁标，我老头哪还会把项目放给你们单位做？”等秦东失魂落魄地从楼上下来，公司行政部同一时间出了最新通知，林建集团的项目交给其他人负责，秦东继续回到技术部任原职。60万没了，周围人看向秦东的目光里尽是嘲讽。秦东简直气炸了肺，他怒火中烧地冲过来，指着我暴怒大骂：“你耍我！”众目睽睽之下，我缓缓收起笑，抿嘴道：“我就是耍你了，怎么了？”他面露阴狠地咬牙，手指就快要戳到我脸上：“你给我等着，我有的是办法弄死你，你大可以试试。”我打掉他的手，又晃了晃手机：“当时你怎么骂苏揽秋的？又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和他在一起？我可都录音了，但凡你后面对我做什么，这录音我可就直接传给苏董了。”一瞬间，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默默收回了手。他铁青着脸，阴森森地瞪了我一会，最终丢下一句：“算你狠。”然后扭头走了。没几天，有人以匿名的方式在行业内的论坛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帖子里面声情并茂地描述了我和小林总的不正当关系，
且言之凿凿道：公司今年之所以能拿下林建集团的标，就是因为我和林建的小林总暗中勾结，狼狈为奸。一旦激起千层浪，本来这次林建集团的项目金额就很大，招标前就有很多家企业盯着。帖子一经发出，不出半天就被推上了论坛热帖第1位。秦东得意坏了，他拿着手机，趾高气昂地在公司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逢人便拿出手机分享帖子，生怕别人漏看了去。一直到下午，他还嫌不够，又把帖子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配文：分手真相在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勾了勾嘴角，等他都宣扬的差不多了，我把他发的朋友圈录屏，转手发给了小林总。秦东以为小林总是单身，可我知道小林总不仅有老婆有孩子，而且还是个宠妻狂魔。果然，小林总炸了，加了秦东的微信就开始骂：你是不是有病？我有老婆，你知不知道？我老婆现在很不高兴，你小子等着律师函吧。秦东怂了，秒删朋友圈。小林总不依不饶：你以为删了就完事了？公开道歉，否则法院见。秦东：对不起，我错了，以上都是我瞎编的。小林总又找了相关专家分析 IP 地址，又顺着 IP 地址找到发帖的网吧，不出半个钟头，他们就拿到了网吧监控。发帖子的人正是秦东。警察出现在公司门口的时候，秦东吓得脸色都发白了，他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急得声音都发颤了：林念，我求你，你去和小林总说说，求他高抬贵手。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帖子是我瞎发的，我胡编乱造的。我冷漠地撇开脑袋，我忙得很，你自己和他说去吧。他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随即大声道：你是真要打算置我于死地？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我对你做啥了？不是你自己一直在作死吗？真是好笑。秦东被警察带走的那个下午，小林总的妻子冲到了苏董办公室，他说他家的日子本来过得和和睦睦的，他家小林看着也挺老实的，结果居然和苏董公司的女员工勾结上了。他现在怀疑他之前的过敏都是幌子，那些红点点都是苏董公司女员工吸出来的草莓。现在事情曝光出来，他家都要散了。小林总的妻子哭哭啼啼地坐在苏董办公室里，不依不饶地要求苏董给他个说法，不然就坐在这不走了。苏董一个头两个大，他对女儿谈恋爱的事本来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被小林总他媳妇这么一闹，只能硬着头皮宽慰了2句，又说等警察那边出调查结果。秦东本就是个胆小的人，在派出所被警察一呵斥，立马承认了自己是造谣诽谤。小林总的媳妇这下不干了，他闹着一定要让秦东承担刑事责任，并让苏董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否则两家的梁子就算是结下了。苏揽秋也不乐意了，他刚和秦东在一起，正是感情最浓烈的时候，哪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去坐牢？一边是老友的儿媳，他抹不开面子得罪，另一边又是自己的宝贝女儿。苏董纠结了几天，头发都急得有些白了。最终他一拍脑袋，公司不准办公室恋情，索性借着这个由头把秦东开了。秦东离开公司的那天，我甚至都没见到他人。据说苏董为了不让大家再议论这事，趁着大家午休的时候，派了几个人把秦东的东西一股脑地收拾好，给他快递了过去，又给了他一笔辞退费，让他悄悄地走了。至于小林总的妻子，见到人都被开除了，他也就不追究其他责任了。
我看着原本秦东的座位，现在彻底空了，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曾几何时，我们还庆幸，虽然不在一个部门，可我们的位置离得很近。工作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相视一笑，再互相加油打个气，也就没这么累了。那时的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们最终会撕破脸，变成了这样。伤感了没一会，外面突然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我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又脏又老的男人不顾保安的阻拦，闯了进来。他大喊大叫的威胁：“别碰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们苏董事长的亲家，你们这些下等人得罪不起。”本来跟着他一道进来的保安一听这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发怵了。见保安这反应，他更加得意，贼眉鼠眼地乱瞟了一圈办公室，随即下命令道：“把你们董事长给我叫出来，我有话要当面跟他说。”有眼力见的人立马打电话给楼上行政部。没一会，行政部主管下来，公事公办地说：“董事长不在，请他出去。”秦东他爸一听，顿时不乐意了，他无赖似的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声嚷嚷：“怎么着？你们董事长是打算耍流氓了？自家闺女睡了我儿子，翻脸不认人，转头就我儿子给开除了。就他那丑样，我儿子找他简直亏大了。我不管啊，今天必须得给我一笔精神损失费，不然我就在这不走了。”行政部主管有些尴尬，他去角落里打了个电话，等挂了电话，他立马换了副表情，又毕恭毕敬地对秦父做了个请的手势。苏董这会刚忙完手里的事，有什么话咱们还是上去说去吧。秦父心满意足地摸了摸肚子，上楼去了。他刚离开，办公室的人又凑在一起八卦起来，这秦东他爸怎么是这个鬼样子，跟个地痞流氓似的。就他这样，苏揽秋会不会和他分手啊？那就看苏揽秋是不是言行一致喽。同事翻了个白眼，之前可是表现得超爱的，一抬眼，苏揽秋竟站在门口，似乎听见了刚刚的议论，他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他，他有些窘迫地低下头，随即又倔强道：“我是真的爱秦东的，他爸是他爸，他是他，我们不会分手的。”苏董虽说给了一笔钱给秦父，把他打发走了，但也发了好大一通火。虽然他不在乎女儿找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家庭，可起码也不能是个赌鬼瘪三啊。他让女儿立刻马上和秦东断了，否则不允许苏揽秋回家来。苏揽秋自是100个不愿意，他已经被秦东的甜言蜜语哄得找不着家了，又刚在我们面前夸下了海口，哪会愿意分手？现在被自己的亲爹一逼，顿时来了脾气，当天收拾了几件衣服就搬出来和秦东同居了。秦父从苏董那要到了钱后，尝到了甜头，在牌桌上越赌越大，输了钱就到处说自己的亲家是苏氏的苏建国，没多久又欠了一屁股的债。等他再想找苏董要钱时，公司的保安已经得到了通知，死活拦着不让他进去。他要不到钱，联系不上儿子，又被赌场的人逼得团团转，只能给我发消息，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偷偷混入集团。我礼貌地说，我已经和秦东分手了，让他去问问他的儿媳苏揽秋。然后我把苏揽秋的电话发给了他，他聪明得很，立马将那些追债的电话设置呼叫转移给了苏揽秋。苏揽秋刚开始不知道，电话响的时候还接了起来，谁知挂掉电话没多久又响了起来，紧接着一个接着一个的电话响起，到最后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他气得把手机卡掰成2半，丢到了垃圾桶里。那段时间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苏揽秋这几日过得挺糟心的，她头发乱糟糟的，每天上班黑着一张脸，办公室的人都不敢跟她多说一句话。秦父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在赌场以苏建国亲家的名义借了高利贷，结果又欠了一大笔赌债。秦父发现联系不上苏揽秋，又问我苏揽秋有没有新办电话卡。苏揽秋哪还会办电话卡？他最近气得连手机都不用了。我说了句不知道，让他找他亲家问去，然后贴心地把苏董的手机号发给了他。但苏建国是什么人？他能把公司做到这么大，黑道上是有些关系的。他请人吃了顿饭，第二天就没有人再打电话来骚扰他了。追债的人找不到苏董，就又开始找秦父的麻烦，将他扣在赌场里狠揍了一顿，又威胁说要剁他手指。秦父被吓破了胆子，只能连连求饶，又赶忙保证说3天内肯定能弄来钱。他在集团门口蹲了一天，蹲到了苏揽秋，又打了辆车，跟在苏揽秋的车后面，就这样找到了他们现在同居的地方。可秦东之前都是偷偷拿苏揽秋的钱贴补给自己的爸，现在秦父这么大咧咧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怕被苏揽秋看见不高兴，便做戏似的又拿菜刀又拿棍子把他爸赶了出去。他爸倒也没急，暗中记下地址发给了赌场的人。赌场的人第二天就上门来了，白天在走道里到处喷彩色油漆，大叫大喊着让他还钱。晚上在他们家门口打地铺睡觉。秦东和苏揽秋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每天都趁着这群流氓出去吃饭时才敢偷偷溜回来。就这样过了1周。有一天，苏揽秋回来时正巧碰上了那群流氓。吃完饭回来，他们对他又吹口哨又使眼色的，甚至有人已经对苏揽秋上下其手了。苏揽秋顿时吓懵了，他崩溃的尖叫一声后，冲进家里就开始收拾东西。他早就受够了这样的生活，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的，半夜经常有流氓敲门，睡也睡不好。现在听见电话铃声响起，都是一哆嗦。邻居们见到他时，也都是指指点点，怨声载道。她从前是大小姐，哪里过过这样的日子？她的心理防线早就坍塌了。这次不管秦东怎么跪在地上哀求，她是铁了心要分手走人。她哆哆嗦嗦地给苏建国打了通电话，没一会，一辆豪车就停在了楼下，把她接走了。父女本就没有隔夜的仇，她愿意回去，苏董当然欢迎。两人即刻上演了一出父女情深。把苏揽秋接回去后，苏建国又打了一通电话。至此，再没有人敢找苏揽秋的麻烦。听同事说这些的时候，我感慨地咂了咂嘴，这秦父的威力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呀。至于秦府，苏董打了个招呼，秦父就被高利贷的人抓走了，再也没了消息。秦东又气又急，女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他爸也没了消息。本来唾手可得的一切，此时都化成了泡影。可他怎么也找不到苏揽秋，甚至不能出现在集团1公里以内，因为只要他一出现，身边总会突然冒出些黑衣人，也不打他，也不上前，就这么远远地盯着他。一来二去，他再也不敢出现了。最后一次见到秦东，是他突然出现在我家楼下。他头发凌乱，衣服全是褶子，下巴上的胡子好几天没刮，就这么邋里邋遢地坐在小区门口的凳子上。我刚一进来，他就冲了过来：“林念，念念，求你帮帮我，帮帮我好不好？我现在只有你了。”我被吓了一跳，随即往保安亭那挪了几步，警觉地问：“你想干什么？”他苦笑一声，又低声道：“我后悔了，林念，如果你还要我，
我以后一定对你好。我知道错了，我当初就不该搭理苏揽秋这个贱人。要不是他，我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他死死攥住我的衣角，颤声道：我从来就没爱过他，我就是冲着他的钱去的。自始至终，我喜欢的都只有你。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盯着他陌生的模样，曾经他是校草，又是校篮球队的队长，整个人张扬又肆意，似6月的太阳一般朝气蓬勃。而现在邋遢狼狈，像是阴沟里见不得光的老鼠。我冷冷地推开他的手，何必自欺欺人呢？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现在又何必摆出一副受害人的嘴脸呢？他一愣，随即低下头。我现在这样，你是不是特高兴？是，我毫不犹豫地点头。他却面上一喜，像是命中了考试答案一般，激动地大声道：你等着看我过得不好，说明你还没放下我，你心里还有我，对不对？我没说话，我承认自己不够洒脱，不论是秦东的背叛，还是项目换人，我都一直无法释怀。但这和爱无关，除了劈腿，他确实没有做出其他伤害我的事，但这不意味着我就能原谅。我缓慢而坚定地推开他，是你心术不正造成的这一切。如果你靠自己的努力，怎么会让我看了笑话？说到底，是你咎由自取罢了。心术不正的人，早晚是要遭报应的。他脸色白了白，随即咬牙切齿地怒吼：关我什么事？都是苏揽秋这个贱人，他说给我钱就给我钱，说不要我就不要了，把我当条狗似的。我现在一无所有都是他造成的，是他害了我，是他害了我。他像是抱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抱住我的腿，哀求：求你，你给我一台电脑好不好？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出租屋里的东西都被苏揽秋找来的人给砸烂了。苏建国也和各行各业打了招呼，把我封杀了。求你，你借我一台电脑，我要重新开始，我一定出人头地给你看。他像个狗皮膏药似的拽着我，目光里都是狠厉和贪婪，生怕甩不掉他。我在附近的二手市场随便买了台最便宜的电脑丢给他，电脑卡得不像样，他倒也不嫌弃，接过去欢天喜地地走了。后来的事，我是听苏揽秋在办公室里说的。秦东联系了苏揽秋，他说他手里有苏揽秋的私密照和私密视频，他让苏揽秋给他500万，否则就把视频发出去卖钱。苏揽秋又急又恼，气得心脏病都快发作了。他不知道秦东什么时候拍的视频，可秦东言之凿凿，不像是骗他的样子。他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事和苏董说了。苏董心疼女儿，只能筹了钱给秦东送去。秦东以为这些令人脸红的视频，苏揽秋拿到的第一时间就会删了，可他没想到苏揽秋打开看了，而且是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最终他凭借一颗几乎淡到看不清的痣，发现这女主角的脸和身子居然是拼接合成上去的。他当即就恼了，立马整理了全部的证据报了警。秦东当晚就被带走了，等待他的将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苏揽秋为了泄愤，又用秦东的名义借了不少高利贷。秦东入狱前，他冲秦东大喊：你不是爱钱吗？你慢慢还去吧，祝你找个富婆。他说到这时，办公室的人笑成一团，其中不乏有人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当没看见，默默整理着工作。苏揽秋注意到我，他向我走过来，歉意道：之前是我对不起你，我太任性了，以为这世上没有我苏揽秋得不到的东西，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讲和吧，林建集团的项目还给你负责，怎么样？我抬起头，平静道：也谢谢你，
不然我就踏入火坑了。随即，我从打印机那拿了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递给他。苏总，我打算辞职了。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心态，也不适合在这再干下去了，是打算去林建集团。他拼命挽留，你别走，林总给你多少，我给你双倍。我笑了笑，当然不是，我投了一家上市公司，打算去全新的行业里闯一闯。再见了。我冲他眨了眨眼。我爱情的试金石。离开苏氏集团的那天，阴沉了几天的天空难得出现了一道阳光。我抱着东西往回看，这栋让我无数个日日夜夜崩溃的灰色大楼，曾经我无数次赌气说要辞职的地方，现在真的要与他挥手作别时，竟让我产生了一丝留念之感。我叹了口气，不再看他，转身离开了。过往的一切到这就算结束了，以后我会大步向前走，不会再往回头。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